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感觉身体沉重，早晨难以起床，全身乏力，什么都不想做。最近总是觉得疲劳无法消除。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烦恼也随之而来。其实一碗汤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次我将解读玉川安人先生所写的能让身体自然恢复健康的消除疲劳汤。作者致力于研究人体的自我恢复力和自然治愈力，帮助大家建立一个不会生病的身体。在诊治患者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身体沉重，常常疲惫，什么都不想做，经常抱怨这种疲劳感。那么大家的情况如何呢？现在是否正被某种疲劳感所困扰？即使工作上有些困难，或者削减了睡眠时间，只要好好休息一天，身体就会完全恢复并重新充满活力。然而，最近似乎总是感觉疲劳，无法消除身体沉重，每天都在这种疲劳感中度过。我想听到这里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种感受。从40岁开始，这种症状就会逐渐增多。到了50岁、60岁以后，许多人在生活中都会感受到这种疲劳感。为了消除这种疲劳感，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慢慢休息、去按摩或者泡温泉等方式来缓解。那么对于这些人，我想直接问一下，你们的这些方法是否有效地缓解了疲劳感呢？答案可能是没有，或者有一点点改善。其实，消除疲劳感的关键在于线粒体，而为线粒体注入活力的关键就是一碗能消除疲劳的汤。在今天的视频中，我将重点解读书中我个人认为特别重要的部分。那么现在让我们放松心情，一起来享受本书的内容吧。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了解顽固疲劳的原因在于线粒体；第二，介绍一种能让身体自然而然恢复活力的神奇配方——消除疲劳魔法汤；第三，解析让身体重获活力的最强习惯。首先，我们来讲解第一部分：顽固疲劳的原因在于线粒体。或许大家中有不少人会感觉，虽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总是感到疲惫，每天都觉得无精打采。许多人认为疲劳并不是病，因此只是勉强应付着过每一天。如果一直忽视这种疲劳，最终会习惯于这种身体沉重的状态，疲劳会慢性化，变得更加难以消除。慢性疲劳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不解决这些原因，我们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疲劳。如果长期放任疲劳不管，会导致各种症状同时出现，即使进行专业治疗恢复起来也需要很长时间。也就是说，情况会越来越糟。例如，忽视疲劳可能会导致自律神经失调，引起肩颈僵硬、头痛；血液循环变差，引发高血压，甚至可能导致心力衰竭或心律不齐。此外，疲劳还会加重花粉症和过敏症状，甚至可能导致抑郁症和未来的认知症。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并解决持续的疲劳问题，避免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如今，人们常说我们正处于人生100岁时代。为了在如此长的岁月中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我们需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并解决疲劳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疲劳会慢性化，导致各种症状的出现，从而大大降低生活质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疲劳和倦怠感呢？换句话说，疲劳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但常见的原因包括血糖水平波动、自律神经失调、胆固醇水平异常，以及负责调节精力和活力的皮质醇激素分泌紊乱等。此外，作者指出，除了这些个体差异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几乎所有人共有的共同原因，那就是线粒体。线粒体数量减少或功能下降是导致慢性疲劳的主要原因。前面提到的皮质醇分泌、血糖水平控制，以及几乎所有细胞功能的根本都依赖于细胞内的线粒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善线粒体的状态，就能解决疲劳问题并缓解各种不适。如果我们能够提升线粒体的数量和功能，不仅能消除疲劳，还能让我们从内而外的焕发活力，增强行动力，增加活动量。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容易感到疲劳，即使进行相同的活动。
也会惊讶地发现，咦，我怎么一点都不累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如果长期忽视日常的疲劳和倦怠感，这些感受会转变为慢性疲劳，而慢性疲劳会引发各种健康问题。虽然每个人的疲劳原因有所不同，但大多数人共同的原因在于线粒体的功能异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关于线粒体的基础知识。提到线粒体，大家可能会想起中学或高中生物课上听到的名字，觉得有些熟悉。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线粒体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线粒体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线粒体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我们身体的能量是由线粒体制造的。线粒体存在于我们体内几乎所有的细胞中，通过利用我们摄取的食物和氧气，生成维持生命活动和身体运动所必需的能量分子 ATP 腺苷三磷酸。我们通过进食来获取能量，而实际上将食物转化为能量的是线粒体。如果没有线粒体，我们就无法产生能量，生命活动也无法维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重要的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都会逐渐下降。研究表明，线粒体的数量在大约40岁时开始缓慢减少，到80岁时大约减少到2/3。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线粒体的功能质量也会下降。当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都下降时，显而易见，线粒体所产生的 ATP 数量会减少，身体能够使用的能量也会减少。因此，仅仅外出一会儿就会感到疲倦，体力也会随之下降。如果您最近总是感到疲劳，这可能是线粒体减少的一个信号。除此之外，线粒体数量和质量的下降还会引发另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氧化应激的增加。氧化应激增加会导致各种疾病、不适和衰老现象。因此，保持线粒体的健康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和延缓衰老至关重要。实际上，线粒体不仅是能量的制造者，它们还具有清除活性氧的卓越功能。当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下降时，其清除活性氧的能力也会减弱，导致活性氧增加，从而引发各种疾病、不适和衰老现象。反过来说，如果能激活线粒体，让它们保持健康，就能远离疲劳、不适和衰老。那么，是否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疲惫感就无可避免，只能接受呢？其实不然，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下降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还可能受到不规律的饮食、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您可能注意到身边的同龄人中，有些人看起来很年轻，有些人却显得苍老。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个人的生活习惯，如饮食、运动、吸烟和睡眠等等，对线粒体的状态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维持线粒体的健康，从而减缓衰老过程。通过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我们可以阻止线粒体的急剧减少，甚至激活它们。线粒体的活性化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只要有意识地去激活和增强线粒体的功能，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接下来第二部分，我将介绍一种能让身体自然而然恢复活力的神奇配方——消除疲劳魔法汤。那么，显然通过让线粒体保持活力，我们可以消除疲劳，预防疾病和衰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答案是饮食。通过饮食，我们可以摄取到帮助线粒体产生能量所需的关键营养素，从而有效地激活线粒体，让身体充满活力。具体有哪些营养素对线粒体有益呢？例如，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辅酶 Q10、镁、维生素 B 群、锌和比洛并奎林醌等。听到这里，您可能会觉得摄取这么多种营养素很麻烦，但不用担心，为了摄取这些营养素，您不需要吃大量的食材，也不需要依赖补充剂。其实，只要喝一碗作者在书中推荐的汤，就可以通过少量的食材，获取让线粒体保持活力所需的大量营养素。即使再好的健康方法，如果太麻烦，我们也很难坚持。此外，如果花费过高，也很难坚持下去。然而，这次介绍的这种汤，每碗只需约50日元，而且只用一些在超市就能买到的常见食材。
非常经济实惠。另外，制作这款汤只需要大约10分钟，所以很容易坚持下去。接下来，我将介绍这款由作者亲自为激活线粒体而设计的消除疲劳魔法汤。消除疲劳魔法汤只需将汤底用开水冲泡，每天饮用即可。它能为线粒体提供充足的营养，激活线粒体让您消除疲劳，身体和心灵都变得轻松。这款魔法汤只需10分钟即可制作10碗，然后冷冻保存。食用时只需加热，非常方便。接下来是具体的制作方法。首先，您需要准备以下7种食材：1罐190克的青鱼罐头，300克白萝卜，1包约80克的五菇，150克蒸熟的大豆，30克酱油，50克味噌和2小匙醋。这些都是在超市可以轻松买到的常见食材。用这些食材可以制作出10碗消除疲劳魔法汤。准备好食材后，按照以下4个步骤制作。步骤1：将白萝卜擦成泥。步骤2：将五菇切片，用微波炉600瓦加热约2分钟。步骤3：将蒸熟的大豆放入保鲜袋中，用手掌压碎，加入白萝卜泥、五菇、青鱼罐头、酱油、味噌和醋，充分混合。步骤4：将混合好的食材平涂在保鲜袋中，冷冻保存。这样您就完成了制作。这汤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简单方便，适合每天饮用，轻松保持线粒体的活力。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只需从冷冻保存的消除疲劳魔法汤中取出适量，加热后加入热水，随时都能轻松享用营养丰富的汤品。建议您至少连续喝2周，每天至少1碗，即使一天喝3碗也没关系。当您没有食欲时，喝1碗汤就能轻松补充营养。此外，当您感到饥饿时，也可以选择喝1碗汤，因为它低热量、高蛋白，是节食时的好选择。请善加利用这款消除疲劳魔法汤，让您的线粒体保持活力。书中还介绍了各种调整方法，使用冷冻保存的消除疲劳汤的基础材料进行各种调整，使您不会厌倦，并能继续饮用消除疲劳汤。例如，书中介绍了使用消除疲劳汤的基础材料制作的豚脂蜂汤、菠菜和海藻汤、卷心菜汤、鲑鱼和五龙汤、南瓜和奶酪汤等改良食谱，看起来非常美味。此外，书中不仅限于汤的食谱，还介绍了使用消除疲劳汤基础材料制作的营养丰富的厚蛋烧和菠菜咖喱等食谱。无论是什么料理，都可以立刻变成营养丰富的佳肴。因此，作者建议您在日常烹饪中多多尝试使用消除疲劳魔法汤的原料。接下来第3部分，我将解析让身体重获活力的最强习惯。我将选择几个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习惯进行介绍。首先要介绍的是4个能够激活线粒体，让身体重获活力的最佳习惯：1、排毒，清除体内积累的毒素；2、进食；3、保持肌肉量；4、桑拿浴。接下来，我将简明扼要地解释每个习惯的重要性。首先是排毒，这是让身体重新焕发活力的关键一步。具体来说，体内积累的毒素会干扰线粒体生成能量的过程。那么，体内到底会积累哪些物质呢？例如，大型鱼类中常含有的汞，曾经被广泛使用的杀虫剂残留在蔬菜上；肉类中含有的化学品和激素，以及塑料食品添加剂、自来水中的铅污染和大气中的金属等。除了这些，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是牙齿修复时使用的汞合金。这种汞合金可能会渗出汞，并在体内积累，因此引起了担忧。尽管现代牙医很少再使用汞合金，但仍有许多40岁以上的人使用这种材料。因此，如果怀疑牙齿修复中使用了汞合金，应该寻找专业的牙医进行处理。此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毒素是霉菌毒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在体内。从浴缸等潮湿环境中产生的黑霉菌，以及食品中产生的青霉菌，都可能释放出霉菌毒素。这些毒素可能是导致身体各种不适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严格采取防霉措施，彻底清除浴缸和潮湿环境中的黑霉菌。我们刚才介绍了各种排毒方法，对于一些可能会感到困惑，
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毒素侵害的人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特别要注意饮食，因为很多毒素都是通过饮食摄入的，所以尽量选择不含重金属和化学物质的食材，并留意食品添加剂等。另外，每天摄入有排毒效果的食物也很重要。我们之前介绍的消除疲劳魔法汤就含有排毒效果的食材，所以请务必积极利用。另外，充分咀嚼也是排毒的有效方法之一。其实，唾液是最有效的排毒工具之一，因为它含有排毒物质，因此认真咀嚼食物是最简单的排毒方法之一。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个能唤醒线粒体，使身体重获活力的最强习惯——进食。最近进食变得越来越流行，人们认为保持年轻、保持身体轻盈很重要，而不是过度进食。有研究表明，暴饮暴食可能导致衰老。尽管进食有各种各样的效果，但事实上进食对线粒体也有益处。通过进食，老化或受损的线粒体被清除，线粒体得以更新，从而使身体恢复活力。我们的细胞具备自噬的能力，即细胞自我分解。当细胞缺乏外部营养而陷入饥饿状态时，会消化细胞内的老旧蛋白质和线粒体，然后将它们循环利用。这种过程可以促使细胞更新，是细胞内的一种重要机制，特别是在线粒体中发生的自噬，被称为线粒体自噬，可以分解和清除老化或受损的线粒体，然后进行更新。通过制造饥饿状态，可以启动这种自噬机制，这就是所谓的进食。听到这些，您可能会了解到，进食确实有各种效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进食可能会让他们感到饥饿和不适。其实，即使是简单的偶尔减少一点晚餐的分量，也会有很好的效果。试试减少晚餐的摄入量，您就会感受到早上身体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个能够唤醒线粒体，使身体重获活力的最强习惯——保持肌肉量。我们的细胞除了红血球以外，几乎所有细胞中都存在线粒体。尤其是集中在运动量大的肌肉和神经细胞中，如果不进行足够的运动，肌肉就会流失。随着年龄增长，任何人的肌肉量都会逐渐减少。重要的是，肌肉量的减少意味着肌肉中的线粒体数量也会相应减少。相反，增加肌肉量意味着肌肉中的线粒体数量增加。由于肌肉中存在大量的线粒体，因此增加肌肉量可以非常有效地增加线粒体。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只需要进行肌肉训练就足够了，但事实上，据说进行有氧运动比肌肉训练更有效地增加线粒体。我们的肌肉分为两种类型，白色肌肉用于爆发力，红色肌肉与持久力相关。线粒体主要存在于被称为红肌肉的与有氧运动，如步行或慢跑相关的肌肉中。因此，从增加线粒体的角度来看，进行有氧运动，如步行或慢跑，比进行肌肉训练更为适宜。另外，在视频的前半部分，我们提到，随着年龄增长，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都会下降。但是，通过运动不仅可以增加线粒体的数量，还可以激活它们。因此，请务必通过适度的运动来刺激线粒体。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最后一个能唤醒线粒体、使身体重获活力的最强习惯——桑拿浴。桑拿浴近来在各处都很受欢迎，因为它对线粒体也有益。线粒体通过间歇性的给身体带来刺激来激活，因此进入桑拿浴并给予刺激会促使线粒体产生能量，让身体焕发活力。特别是那些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定期进行桑拿浴也是激活线粒体的好方法。今天我们深入解释了线粒体的重要性。我相信有很多人以前没有意识到线粒体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大家能意识到线粒体的重要性，并开始努力增加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最值得推荐的方法当然是饮用作者设计的身体自然恢复活力的消除疲劳魔法汤。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